全民穿越公路求生，看到这块陨石，我不由得一拍自己的脑袋。我最初来白象城的目的就是这块能活化机械的陨石，结果一番战斗，结果忘记了这个玩意。高能辐射陨石，致谢危机世界特产，具有某种特殊辐射能量，能将一部分被照射的机械活化为硅基生命。当脱离原世界后，活化效果大大降低，但会产生某些特殊作用。原来是世界特产吗？去送给莉莉丝送过去。就在我忙着搜刮物资的时候，虚空之中，一处大殿发出了一声脆响，执掌部分科技权柄的半神琉璃一拍王座的扶手站了起来。真是岂有此理，居然敢趁着我不在的时候拐走我的玩家，而且还是300多个，他们真是觉得我好欺负吗？水月，是谁抢的玩家最多？是飞跃冕下。很好，我记得下一次对战是和他对吧？是的，告诉他我要追加300块量子结晶，和他对赌，就赌他手中的圆环世界的虚数核心。对了，对我的卷者们发出通告，招募100个卷者参加这次对战，开放积分商城，奖励翻倍。冕下，这一次对战您和飞跃冕下之前定下过约定，最多不能超过100名卷者参战，而且卷者徽章等级必须降低在20级以内。原定队伍之中已经有了1名开启了卷者徽章的玩家，所以最多只能派遣99名。已经开启了卷者徽章，是谁？是13，一名新进的玩家。13，这个名字有些熟悉，就是剪除莫里亚蒂那个叛徒的玩家。您还说要亲自授予奖励来着，不过因为上次的行程被耽搁了，还是由林小姐代劳的。我想起来了，原来是他，这么快就开启了卷者徽章，倒是一个合适的种子。那就招募99名卷者，尽可能挑选卷者等级高的。另外，让那些预定玩家立刻脱离福利世界，没有时间再让他们磨蹭了。每人发放一个橙色物资箱，外加1份补给包，让他们准备好状态。此战只许胜不许败。明白。注意，因为意外原因，本世界将在5分钟后提前关闭，所有玩家请做好撤离准备，补偿将会在稍后发放，倒计时开始。这一条提示让所有的玩家都猝不及防。怎么提前结束了？我还没玩过呢。就是我刚网恋了一个小姐姐，准备今天去白鹿城见面，怎么忽然就结束了？你划我的小姐姐。我估计那些选择人族阵营的玩家估计是最高兴，天天被追杀。拉倒吧，追杀个屁！进入城镇之后，立刻可以获得1大份扇兵装备补给，第2天还帮忙改装了车辆，各种反装甲武器只要你能搬得动，随便拿。除了只能吃罐头和扇兵自热口粮之外，倒也没什么。这么爽，失策了。早知道我也选择人族玩家了。5分钟过后，所有人都被白光笼罩了起来。等到白光消散之后，我发现自己又回到了那片黑色的虚空之中，周围漂浮着一个个模糊的气泡，里面包裹着一辆辆汽车。补偿已经下发，请查书。随后2个物资箱掉落在了我的面前，一个是橙色的，一个是绿色的。绿色的那个上面还写着补给包3个字。橙色物资箱，这么大方，该不会是断头饭吧？我拿起久违的撬棍压了下去，橙色的物资箱被打开，一大堆东西滚落了出来，这些都是制作材料。已经开过数次橙色物资箱的我早已有了经验，对于那些材料看也不看，直接将最上面的图纸捡了起来。等离子狙击炮制造图纸，发射等离子光柱击杀敌人，攻击距离1000米，穿透性能卓越，可以击穿1000毫米平油装甲。看着这张图纸，我差点一口水吐出来。这东西看起来挺不错的，居然能击穿1000毫米的平油装甲。那么也就是说，现在已知的各种战斗载具就没有能抗住这家伙一击的，哪怕是装甲最厚实的战列舰也不行。然而这东西的射程实在是太近了，只有1000米。最重要的是，这个东西居然不是汽车配件，无法满足晋级条件。我犯不上浪费一个武器位置去安装这玩意。想来想去，我决定将这东西扔给莉莉丝，或许它能让这个鸡肋焕发第2春。将图纸放到了一边，我又打开了那个绿色的物资箱。我还从来没见过这种颜色的物资箱，内心十分的好奇。物资箱打开之后，里面同样滚出了一大堆东西：7天份的单兵自热口粮，1箱水果罐头，1个医疗包，20枚 RPG7， 20枚不死鸟火箭弹，20枚反坦克手雷，还有3枚单兵云爆弹。看着这些玩意，我更加确信接来下的这个对抗世界的烈度绝对不。注意，2小时后将会进行对抗赛，你们将会遇到来自其他世界的玩家，你们唯一的目标就是杀掉所有的敌人。比赛结束之后，会对所有人进行积分评估，积分越高，获得的奖励越好。倒计时开始。我看到的是真的吗？对抗赛，其他世界的玩家，这到底是要干什么？我说这次怎么这么大方，又是发枪又是发炮的，原来是要我们玩命啊！可以不去吗？我还没火够呢。
不行打对抗赛。我刚把车子改装成了适合求生的超级露营车，你跟我说要打对抗赛，你他妈在逗我？那个天机电子战系统分析的怎么样了？进度很顺利，不过想要找出最优算法，升级进入灵境系统还需要一段时间，大概还需要几个小时。那就这样吧，升级完毕后告诉我一声。我转身去找莉莉丝，有什么成果没？你当我是神？你说说，你最近给我增加了多少工作了？我给你数数：基因药剂、第3代电磁战甲、球状闪电的研究、等离子技术的研究、车内装置的升级优化、量子结晶的研究、辐射陨石的研究、飞天汽油动力具的合成攻击问题，还要制造阿伟和阿雅的机甲。你算算，我一天才多少时间？能这么快就能拿出成果吗？息怒，是我的错。旺财，快冲杯奶茶过来。我转身就要跑，接着我回头一看，一把黑色的大伞落到了手中，这正是那把从凯手里获得的战利品——量子结晶制作的雨伞。因为感觉这个东西有点意思，我昨天加紧研究了一下，发现了一个有意思的事情。是什么？这东西的能量等级很高，比我见过的任何物品的能量等级都高，除了原石之外。不过如果只是像是昨天那么使用的话，最多只能发挥出大概1/10的效果。你有解决办法？其实原本是没有的，不过昨天我和小爱同学讨论的时候，忽然有了一个想法。既然这东西是量子结晶制作的，又是虚数空间生产出来的，那么是不是有关的代码呢？顺着这个思路，我让小爱同学帮忙搜集了一下有关量子结晶的代码。你猜怎么着？大概有上百条，这里面的代码90%以上都看不懂。不过经过了大量的对比，终于成功的翻译出来了一条。是什么？永恒屏障。永恒屏障